你们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哎，我们出任务呢。带上我吧。你去烦烦我娘。走了。爸，你的茶。张少侠，前方就是霍家堡了。我看为什么突然赶到？稍后休息吧。又在这停留这么久？那好，有劳了。霍家堡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老夫人，这家当铺是我们48寨的暗庄之一，我们平时的往来书信呢，都是通过这里。你们俩先上车，我去打点一下啊。好。你就不想出去逛一逛？之前有人告诉我，山下的百姓食不果腹，看来又被骗了。哼，那是因为这里是春回镇。那又怎么样？春回镇还属于48寨的管辖区内，这里还住着许多48寨的眷属。再往外走走，你就知道，此言不虚了。你这不是第一次下山？你这一天天的老闭着眼干什么？我在练闭眼禅。我只听说过佛家的闭口禅，那就应该是于老他老人家不要脸的抄来的。他把他这套古怪的练功方法叫做闭眼禅。我怎么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那是因为于老他嫌我资质差，功夫烂，轻功似秤砣，心比腰还粗。除了找死这方面有些成就以外，就只剩下脸能看了。所以千万要保护好，不能破相。每当我被困在江心的时候，他就让我坐在一边闭目冥想，脑子里不断描摹一招一式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分不清是自己真的在练，还是只是脑子里想想。不过用闭眼禅修来的招式，倒是也不比亲自练的要差。那天姑姑把你留下，是不是传你破血刀了？他给我比划了一遍，想看吗？想看，我可以给你使一遍。我不稀罕。阿飞、生儿，几处暗庄都没有陈飞的消息，想必他还耽搁在敌军地界。我们出发。小子听说，朱雀主穆小强在离开思想山之后，便落在了洞庭，是
霍连堂关这些武林人士做什么？堂堂霍家堡，怎么会与穆小乔这种人扯上关系？将我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关押在此处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武林众怒吗？乱世之中，不分正邪，只论敌友。拉下去。是。霍老堡主在哪里？大庄主，属下打听到，那霍家堡似乎在山间建立起了一座黑牢，还秘密囚禁了许多武林人士，不知意欲何为。还记得吴飞的那些书信吗？记得，那些书信都是途经霍家堡传过来的。大庄主英明。走，去一趟霍家堡黑牢。小朋友，给你点吃的，拿着吧。干什么啊？走开！生儿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的村民好像不太欢迎我们。那我们不要打扰，今晚就找个无人处过夜，明日一早赶一程就是霍家堡了。好。有人喊我们贼人，去看看。瞎喊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途经此宝地，是不是犯了各位的什么规矩？你们要谅就算，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儿子？杀人？各位，我们没有杀过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别跟他们废话，今天我们就是跟你们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。各位，生儿偿命！你们，各位听我说。诸位乡亲，你们看老身像打家劫舍的贼人吗？我这趟出来也是来看孙子的。哎，给这孩子买身好衣裳，好好葬了吧。你们将我们误认为是贼子，想必那伙人也是武林人打扮。不过，此地离荆州只有1天的路程，这霍家堡就在附近，怎能容许一群武林人做盗贼横行？自霍家堡堡主生病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霍家堡的人，什么大侠，都是强盗啊！队长，贼人，真正的贼人，他们来了，就在村口。生儿，你去保护好村民，其余的人去查清楚究竟有多少贼子。是。阿飞，你跟我去会会他们的头。好，可是你们若是伤了人，就会给这全村上下带来血光之灾。明白了，各位乡亲们，
大家先躲起来，把刀都收起来！快快快！你们两个去查一下，快快快！大家进去！胜儿这孩子，总算是有点样了。一会儿见到贼子，你把钗子递过去。这是您潇湘一派的标记，您是要自报家门？我怀疑他们和霍家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能认出我潇湘门人在此，自会顾虑几分。到时候我们再去霍家堡问个清楚。原来是个美貌的小娘子啊！哟，怎么会点儿？哟，会点功夫啊？这位壮士，我一个老太婆，不过是带着孩子回乡，实在不是什么富贵人家。这样吧，我这儿还有件金器，这位壮士拿去当个酒钱也好。诸位，就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啊，丫头，去。拿给人家。哇，老夫人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呀！不如您将这马车一并舍给我们吧？啊？哼，老身奔波千里，就为了见上孙儿一面，这车马。罢了，老身走着回乡。阿肥，去把车马赶来。去。哎，何必勉强呢？老夫人，不如您将这小娘子一并舍了给我们，哥几个过几天赶辆马车，风风光光的送您回乡，如何呀？啊！就是啊。丫头啊，婆婆经常跟你说，闯荡江湖。要和气讲道理，还要守人家规矩。可若是遇到不讲道理、不守规矩的人，动手！这是破血刀重出江湖后，其刃下第一道亡魂，也算是死得不冤。这20年来，没有在江湖上出现的潇湘使，今天算是又见血了。老夫人，生儿，红月在，你带弟兄们去查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是，跟我来。这些该死的贼人，死有余辜。生儿，你掀开他的裤脚，看看他的腿。老夫人，
他们的腿上都有护具，看来是善用腿功之人。这江湖上只有霍家堡的人练这种腿功，堂堂霍家堡弟子，怎么会沦为强盗？老夫人，我们本来也要借到霍家堡，不如禀报霍老堡主，让他好好管束自己的弟子。不，我们改道去华容。为何？生儿，你是48寨小辈里最出挑的弟子之一。你说说，假如是在48寨，李大当家的会管束不住你们吗？绝有可能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霍老堡主并非完全不知情，或许是他纵容弟子。不要妄自揣测。我们此行来荆州，本来是想让霍家堡帮我们寻人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们自身麻烦也不少。再说，陈飞他们带着吴将军家眷，再怎么低调，也一定会有声势。这样，华容城暗庄一定会有消息。那这一村百姓怎么办？如果这群匪徒当真是霍家堡中人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诸位乡亲，还是速去投奔亲友吧。投奔谁去啊？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有谁还管我们的死活呀？到了48寨，我娘一定会管。周匪，别多嘴。说的没错呀。到了48寨地界的话，我娘一定会管。生儿，废话无常，但是湖湘地界，48寨所在的地方，百姓尚还安居乐业。诸位乡亲，如果有愿意去的，便拿去当个盘缠。到了48寨地界，递上这个信物，就说是我王老太婆让你们去的，自会有人安顿。谢谢夫人，谢谢。老夫人，阿飞，今天你做得对。人手中的武器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你这次用手里的破血刀救人，做得对。王老夫人，这群匪徒来的突然，不知道陈飞师兄他们会不会有危险。我想先行去打探一番，还有个准备。不着急，你一人去太危险，我们明日再商议。离开48寨以后，我为什么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？在家的时候，我娘叫着我说几句话，我都头皮发紧。自从我爹走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下山去找我爹。可如今真下了山，才没多少日子，忽然有点想我娘了。
李少，去哪儿啊？去。老夫人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去。周妃，等我闯出一番天地，定会叫你刮目相看。李婆婆，这个时候你还添乱？老夫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老夫人，还是没找到李师弟和周师妹，但是四周又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想必他们是自行离开。陈飞还没有找回来，这俩孩子又不见了，看来我真不该带他们下山。李师弟和周师妹都是第一次下山，从来没有见过山下那些事儿，怕是一时急公好义，想去霍家堡讨个公道。不会。圣儿圆滑，阿飞冷静，这俩孩子不会这么不顾大局。这哪儿来的好马呀？难道是那些被抓走的人跑掉的坐骑？哈哈哈哈！今天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48寨的马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，我还带回来一匹好马。哎呦，这马不错，你在哪儿弄来的？是啊，辛苦了啊！好好看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那么多守卫？我得找条路进去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什么人？追！那边追！看清楚是什么人没有？似乎是个小姑娘。快去查明那个丫头的身份，掘地3尺也要把她给我挖出来。哎，起来吃饭了。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李老寨主与你们霍老堡主18拜之交吗？就这么待客？出去！出去！吵什么吵？闭嘴！放出去！放出去！吵什么吵？再闹也跑不出去。再吵，当心我的鞭子！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曾经霍家堡也是堂堂名门正派，没想到如今
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爹爹不是说江湖人士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吗？但凡尽量一会儿，一盏茶的功夫，必遭报应。我这究竟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？今日福星高照，肯定有好事发生。没事儿，你好呀。你是什么人？是被关进来的吗？可不是嘛，这里啊还关着不少人呢。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吗？这两边山壁啊都是隔开的牢房，各路英雄每天都在这里骂骂咧咧的，很有野趣。只可惜啊，我来晚了，连间像样的牢房都没有。这角落里清静倒是清静了，不便加入战局。哎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因为这缺了大德的山是空心的，滚下来的。啊！哇，你那边竟然不是牢房啊！这里的主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抓你？哎，抬头看，你左边有一丝光漏下来了，往那边走走好吗？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小姑娘，快给我洗洗眼睛。这口气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那个，你有吃的吗？我随身带着喂狗的。这个不会是喂狗的吧？果然是那只狗。你是夏梅梅？水草精？我不该救你的。
谢梅梅，是当初逗你的，你叫我谢允吧。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们是来山下办事儿，但是我表哥好像被抓了。怎么我每次遇上你，你跟你那倒霉表哥都能摊上点事儿啊？每次都是李胜那个王八蛋，没事找事。无妨，这里有吃有喝，挺好的。你哥一时半会儿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快！你呢？来。快点！哎，又吃饼了。刚才看到一个女贼跑过去没？你是黑牢暗无天日的，要是能看到，也只能是女鬼了吧？也对。赶紧吃啊！没事，刚才送饭的来了，外面好像还在找你。哦，对了，你饿不饿？我还好。那你要不饿，我就先吃了。要是饿的话，我就打上点再吃。不用客气，自便。哦。我还是挡一挡吧。以后有机会啊，请你上健康最好的酒楼，天下10分美味，5分都在健康。小美人，等他们找你的这阵子过去之后，我给你指一条出去的路，赶紧离开，咱们有缘再会吧。记住，我欠你一顿饭。今天这顿啊，我就不方便招待你喽，这里面加了料。什么？你不走？走不了啊。温柔伞，听过吗？想你没听过。都是一些邪门歪道们不入流的手段，蒙哈药的一种。一碗饭下去，几天起不来。内外功夫更是不必说了。那你还吃？因为本人既不是骆驼，也不是王八，一碗饭下去几天起不来，不吃啊，可就永远起不来喽。咱们虽然萍水相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能险象环生，也算是半个生死之交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叫我声大哥吧，啊，怎么样？我没杀你已经算很客气了，你居然还敢跟我套近乎！那可惜了，要杀了我，甘棠宫那些逆转乾坤的伟业，可就没有人告诉他女儿了。怎么样，听听？这么说，你还是有我爹的消息。半年前，甘棠宫出山，接管了安平郡，给当地流离失所的百姓啊，开辟了一方净土。他的军队所在地，民众都能得到安居乐业。那我爹现在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行军路线可没有个定数。我还以为这趟下山
能够见到我爹。滚！在下一向怜香惜玉，没想到还是伤了一个小美人的心。美人，若你还恼我，叫你砍我一刀，出出气可好？之前我一直很难过，我觉得如果你不来，我爹就不会走。可是如今我下了山，见了山下的世道，我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以后不怕一遇到你就担心挨揍了。像我这种柔弱老实的书生，只怕经不起你这种女侠的欺负。我就算要找你出气，也得先能从这儿出去才行啊。嗯。问你个事儿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知道霍家堡吗？话说霍老堡主今年70大寿，广邀亲朋故旧。别啰嗦了，说重点。总之啊，他帖子一发，大家自然都过来捧场。不过我猜他们也未必敢给48寨发帖。这万一真把李大当家招来了，那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霍连涛，也就是霍老堡主的弟弟，现在的霍二堡主，借着给他哥祝寿为名，逼着前来祝寿的人加入霍家堡，认他为盟主，说是要弄出第2个48寨来。他这么干，霍老堡主不管他吗？霍老堡主傻了，据说是生了一场大病，傻的基本上不认识人了，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清了。然后霍连涛就替他做了主，把你们这种不认同的人都给抓进来了。嗯，怪不得我这一路上见到霍家堡的人，都打扮成土匪的样子，打家劫舍的，连马都不放过。虽说是武林名门，竟然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。哪里，霍连涛既然要当盟主，还是得要2分面子的。那些来参加寿宴的人，前脚好言好语送走，后脚再让一些不大体面的江湖朋友把他们抓起来，关到这黑牢里。那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所以你就是这么抓进来的？不是，我运气好，没有赶上老堡主大寿。不过可惜，我和48寨的人一起，不小心遇上了霍家堡的人。谁？上次见你爹带头抓我，是潇湘一派功夫的那个兄弟。陈飞师兄。嗯？你是怎么遇到他的？我这刚好出门办事儿，结果就遇上他们了。后来就被霍家堡的人一起抓到这儿了。所以，你就把陈飞师兄和吴家人一起送进了霍家堡。不愧是甘棠宫的女儿，聪明啊！你才聪明，你聪明的把陈飞师兄送入虎口也就算了，自己也让人关在这牢房里。给你浇点水，你都可以发芽了。喂，这可就不能怪我了。这霍家堡与你们48寨的交情，天下人皆知。再说，你那几个师兄对在下戒心重得很。
去救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面关着的武林人士这么多，你怎么救啊？